哎呀，但你表现的刚才很从容，你真的很从容，因出为了一身汗了。因为你就很稳。要我就会没有人笑，我就会非常，我在台上我脸上就写着沮丧。那你彩排的时候呢，也没有人笑？台面上有人笑，有人笑啊。就是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不讲开放麦嘛，然后我每一次就是看通过这个稿子要哪儿要改，就是彩排的时候，那几个刻薄的导演，都已经到彩排的时候了。对呀，完了我第二天今晚回去改，第二天就换了嘛。就那些就是最难取悦的导演们，如果没有笑的话，就不行。包括我们上次讲专场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的稿子是13000字，彩完排之后回去变成了10000字，就是因为现场的导演就是没有什么我就。那你在专场之前，你会去开放麦练或者怎么？我想去来着，但那个专场给我的时间特别紧，然后那个专场真的就是紧到，就刚好够写稿的时间，对，然后我就，然后而且那个时候那阵儿没有可以去的地方，对，我在天津那个时候，然后就没办法，我只能通过就是给人讲，然后再给现场导演讲。但是很成功，还是很也不成功，别，就那回事儿吧。是业界轰动，谢谢。轰动。哎，行了，你快，你去吧，快点。到我了啊！怎么提到我这个？我写大写小啊，可大可小。尺咋写？你不行，对，这是这么写。写大点吧，松弛。行，别抠搜的。哦，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自定义的标签，也可以踊跃的给我们评论留言啊。完事儿了。说说吧，松弛。我觉得一个是表演状态，在舞台上表演状态，和就是其实，在录《毛血旺》之前，或者是，在录那个，就是不是有那种现场没有人的综艺节目吗？就比方说摄影老师是不在现场的，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可能大家我在一直那个状态其实是跟我非常不像的。然后一个是毛血旺，一个是还真人这种以前那种真人秀，但那种真人秀毕竟是少。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在当毛不易的时候和我是这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所以毛血旺是你很就是你很割裂，对，但毛血旺很后面了。对。在之前的节目上没有那么的放松，而且包括在舞台上，但我承认大家在表演的时候和生活中多多少少会有点不一样，但我有点太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这几年一直在找这个平衡，包括生活当中，它肯定是你舞台上会更紧张，然后你就想在怎么能够去，包括在生活中一些不舒适的时刻，也想办法让自己就更像自己一点。这个是我觉得我比较想追求的。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你一开始在舞台上啥样，其实你很多动作就习惯了，然后改的话其实会特别心虚。你像我都没用右手拿过话筒，我也是，我都一直是左手。真的啊！我的妈呀，我能。你能右手拿话筒？我有时候也左手，我一直都右手拿话筒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也左手拿话筒。因为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就是你右手要做一些动作，就把他们全挪到左边。你像有的时候你大多数情况下是右手拿话筒，但有的时候你右手不得不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我就，哎呀，那你挺厉害，倒腾一下子。那也还是比较松弛，也就是没办法，行动力，改叫跟拖延相对应的是吧？行动力吧，就是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们是那种一天能干好几个事儿啊，就是他一出门。比方说出门可以干2个事儿，回来待一会儿，然后再出门再干一个事儿。我就是一天如果有一个事儿吧，我就会一直惦记这个事儿。然后如果出门了干这个事儿，今天我啥也干不了了，我就必须得回家了。我就想说，如果我能给自己多安排点事儿，或者是其实也不是不想出门，但有时候就是
待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懒了。如果想出门的话，就可以立刻去，或者先干，不要想到那些后边的那些东西，可能会好一些。丰富又是哪种呢？丰富啊，我就希望自己，就我们活到这个年纪也没多大年纪，但是你对自己有一个整体的概括，总是说好像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喜欢的是什么东西，我爱听哪种音乐。完了，它确实是，你总结自己，但是越总结越窄。等你遇到一个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下意识觉得啊，那不是我会喜欢的，那不是我的。甚至在我不了解它、没有尝试过它的时候，就下意识的去反应。但我还是会下意识这样，但我希望自己可以去起码尝试一试。是让自己的感受丰富起来。对，确实我们很容易有的时候就是先把自己隔开，我不想去，所以一听我就不想去，我就不行，我干不了啥的。而且有时候这种拒绝好像在满足自己某种审美上的需求，就是我必须要拒绝一些东西，我才有某种高雅。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就去尝试会发现很别样的快乐。哦，你写的好好啊，到我了，我写的，哎呦，你们两个都，我写一个。行，我先写个情，我想个情。我写这儿吧。还有一个。你们的字都好好看，我的好像一个小学生。哎呀，有点写不下了。那你考上了北大呀，都没有依靠卷面分。我卷面分也不行，我写的乱。我第一个非常希望自己情绪稳定，因为情绪不稳定，我觉得甚至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它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工作和人际关系。我是一个不稳定到就是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间就沉浸在沮丧，对，就是那种会给周围人带来很多的困扰，因为大家对你。但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情绪就是你的表达呀，就是我已经这样了，你就是相当于是我告诉你我是这样的。但我太容易了，就本来上一秒大家谈笑风生，我自己在那我就，然后你又问不出来。那你是不愿意说呀，还是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有时候也说不出来我为什么具体的点是什么，就是。我的朋友会非常想说，我帮你解决一下你现在的情绪，你给我倾诉一下，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一旦进入到情绪不稳定时期，语言表达系统也会跟着混乱。对，所以我非常，就情绪不稳定确实影响周围人，很难就是和谐的大家干完一件事情。下一个生活健康，就是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过上那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戒掉一些就馋嘛。戒掉一些高油、高盐、高糖那种东西，然后有一个这个早睡早起啊什么的，然后热爱运动。热爱运动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太不热爱运动了，我不热爱一切运动，我都感觉。然后吧，我就觉得好像我身边热爱运动的人都很阳光，然后确实是吧？然后身体素质也很好。然后感觉好像反应都比我机灵似的，我也不知道。完了我就想着，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个，我也不说热爱我所有的运动，就是我能找到一个，适合我自己身体素质和我这个喜好的这种运动。我也不热爱运动。你还能每天跳操呢？那我不爱跳操，就是有时候是真的爱玩这些东西。你也不爱玩吧？咱仨看着都不像那个热爱运动的。溜达呢，就散步可以。爬山，爬山不行。小山，不行，有坡都不行。但凡有个坡都不行，最好就是溜平的地。那咱东北平原，他家草原，那可妥了，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呢。
小山也是山，溜达溜达就行，最好就是个接地气，晒晒太阳，马路上溜达溜达。我就希望我能找到一项我热爱的运动。他们让我问一下，哦，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讲。我也差不多是，但是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自己待着，就是不太有人发现。就是我自己待着，然后等这个劲儿过去，然后我再见人，差不多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可能都有比较愁闷的时候吧。因为我可能是就是我已经来不及自己离去了，就是他们仨在这说着话呢，然后我咔嚓我情绪不稳定了。那我觉得其实还挺勇敢的，因为你在承认自己的情绪。对，是。但是稳定，情绪稳定，所以它一定是巨大的优点。它一定是伴随着某种隐忍。对，那也是。那有的人他就是，抗压能力相对强，然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不那么慌。我可能就是不愿意表现出来，就是我可能也会有波动，但是波动区间就很小，就比较稳定。因为比如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我首先会用巨大的悲伤来浸泡自己。不会转化成愤怒吗？不会，就是沮丧和悲伤。我有时候会有那个后劲儿。就是白天可能下午3点出现这个事儿，然后我半夜3点才想起来，就沉浸在悲伤。就我有时候反应非常慢，但都有情绪的时候吧。反正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那我倒是我情绪不稳定，但过去也快，就是歘就来了，歘又走了那种感觉。我是特别慢，我就是回味，对，回味型情绪不稳定。前年半夜就寻思。是，看看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自己自定义的标签，也可以积极的给我们留言和评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自己写的这个标签的话，那可以说是相当通透了。通透。你这真挺通透的。你看，就是松弛，一个人松弛，大家会容易说你通透。是，你要是丰富，大家会就因有通啊，你这是对吧？松弛就是透嘛，这不是评价我自己，是向往的那个。对呀，我觉得最后大家还是会成为一个这样的，那自由、温暖、勤奋这种人，大家都。你这好啊，生活健康。我主要热爱运动，热爱运动显得我很通透。看看弹幕上的朋友们都给我们留了什么言啊？自己给自己定义成啊。有人说我想要的标签是人美心善，哈哈哈哈，一切都是浮云，只有美丽和善良是永恒的。那谁不想要人美心善呢？是。其实只要人美了，心善不善吧，都很重要，都很重要。主要心还是心善。对，心善人才美。因为美它的定义和标准非常的多变。对，你要是心善才是永恒的。当然了，善良的人。但我也想人美心善，谁不想人美？我人美心又善，那我得多好个人呢？不通透也行。第二个，我想当正能量少女，相信能量守恒法则，只有正能量才能吸引好事。当然，正能量多是很那个啥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也非常希望自己能正能量一点，因为我这个人太负面了。你别老这么想，你越想越负面。你看看，这不就负能量吗？我要想正能量，我就想我是一个正能量的，对吧？你没有那么也是了，对吧？没有那么负。我相对悲观啊，对，也不是负面，就是我相对于悲观。袅袅是，我也他也是那种悲观，悲呀，他那个啥呀，他贼悲呀，悲呀，关呐，他是一个但也不是说悲观就不正能量，对，说我们会预先有一些危机上的判断，未雨绸缪。那也行，就是这个事不困扰你就行。但还是就是希望就是，想能乐观起来吧。有时候乐观也不用时时乐观，我也不想时时乐观，就偶尔乐观也可以。其实有时候它像某种防御机制，就是让你感觉稍微有点安全感。就如果你能把不好的结果都预想到，对，你到那个结果来的时候，你就不会不开心。对，但大部分时候那个结果都还可以。对，就我会先想一个这个事情最差的结果，
那所以你在完成结果这段时间之前，你都用这个最差的结果困扰自己。对，所以你享受的时间基本没有。对，享受的就是结果发生的那一刻。对。你没有好的期待，然后哪怕出来那个，你也觉得也不会有那么惊喜，因为这个其实也在你的意料之内。就是我起码最差的就是写好，那但凡比它好一点，我就觉得还可以，就没有那个期待、雀跃、等待好结果那个没有。一直都在给自己做降低预期，就不用有任何预期不行吗？就非得人很难做到没有预期，对吧？人很难做到。我觉得确实很难有人做到说我就是期待最好的啊，那倒是。但我觉得也不用期待最坏的吧，反正我先给自己暗示一下自己，有可能会那么坏哦，那么坏，这是最差哦，是这个语气吗？啊，就是你是有可能最差的哟，然后到时候就，到时候一旦稍微好一点就没什么问题。我说我又不希望大家用正能量、负能量，天天就是给自己绑架，对，好像我必须得正能量，对，就是负能量都不能有，对我不好，然后你就拒绝你自己的情绪。是，其实我感觉有时候有这种心情不好的时候，写下来还挺有用的，就写下来就好像某种倾诉，然后你脑子里就不会再过这个事儿了，你也不会想结果不好会怎么样啊什么的，就是你就能睡得比较好，一些经验，或者转移一下那个注意力，或者看一些那个比较悲伤的电影什么的，就把这个情绪释放掉。有的时候憋不住哭一下还挺爽的。是啊，但我有一些朋友，就是我跟他们就是倾诉我的那个不高兴嘛，然后他采用的就是以毒攻毒疗法。他就会让我想起更不高兴的，然后把刚才那个小不高兴的忘掉。这健康吗？我不知道健不健康，反正有用。对，就是他选择就是跟我，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比如我是看网上看，我说谁说我哪儿不好，他会采用一些更恶毒的话来对我进行攻击。那他都说少了。对，你以为他说的到点儿了？我告诉你，你其实哇，我当时觉得我这么差，那。行吧，人家可能在人家表演。你真的会想行吧？就是他都已经说我这么差了，就是想先把我击碎，击得更碎。没什么，这个不建议大家使用啊，就是有一些人才会。也不要对一般的朋友使用。对，这得是对，就是你碎了，他还能给你贴起来，这种朋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他先把我击碎，他最后肯定也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他也会就是再重新帮我去疏通一下。还挺有用的，就最亲密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你会唱这个吗？你会吗？是什么歌？哎呦，阳光开朗大男孩，就那个呀，怎么唱来这个？阳光开朗大男孩，哒，拉倒吧，你俩也不怎么那个。希望新的一年能找女朋友。刚才是什么呀，雪琴？刚才那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是一个那个作者，我非常喜欢。他在 B 站上有很多，也不能再说。他在某世界视频平台上有非常多的粉丝，然后唱很多那个说唱。他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作品，不光这一首。啊，现在提他的名字吗？他那名字我觉得还不太好播。那算了。然后。就是可以吗？可以，应该也可以吧。反正他这个作者我非常的喜欢他，希望新的一年。他说他这个人希望新的一年能找到女朋友，结束母胎单身。阳光开朗大男孩很容易找到这个女朋友。我也觉得。广志呢？你问他。广志也是稍微有点内向，他不咋阳光开朗大男孩。我觉得徐志胜阳光开朗大男孩。你看人家找了，真的。我认识志胜确实，在我心中已经是阳光开朗大男孩了，是非常阳光，然后，就是看啥都非常美好的那种感觉，通透，他就是通透。那就祝福你吧，这位阳光开朗大男孩啊，那个，希望你能够找到女朋友。但这个事儿吧，可遇不可求，万一找不着，也并不说明你不优秀。对，就是没到说给自己听呢，是吧？
并不你很优秀。王老师说给自己你要爱你自己。是王老师今天晚上感情最充沛的时候。还有一个，我想成为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战士就是那种综合素质都很强，是吧？什么都会干。对。如果作为一个人来说，是哪六边呢？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个比喻，就是说我什么都行，我方便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人际关系也厉害，然后我业务能力也强，我人缘也好，然后我还长得也漂亮。你认识这样人吗？哇哦，一个缺点没有，一个弱点没有，就他什么都有的，我想想啊，毫无短板。非常完美，方方面面都很突出。我觉得不太能有。我觉得不太可行，而且我现在觉得，也不要追求这个。对，我觉得人一生能专注做一件事情就非常了不起，就没有必要就是说我要把自己变得就是那样的，而且会让自己没有特点。因为我们平时打游戏都没有这种角色。就是你哪会有一个人物是这样的，就是你就不平衡。对呀，你这个世界就对啊，这个世界会因为你不平衡，如果这是因为你不平衡，那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有我们看上去很厉害的人，他肯定或多或少都有自己对一些弱点。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专业能力很强，但他就是不擅长交际。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非常的把自己这身材容貌保持都非常好，那可能也不太擅长交际。对。对不对？那就是都不用非得把自己。有的人非常擅长交际，但可能身材容貌也保持得很好，对，没那么好，知道吗？哎，我想要的标签是马甲线，新的一年一定要拥有马甲线，我拼了！这就是口嗨型减肥，我也感觉是。祝你拥有一个马甲线吧，是，加油。我想要行动力 max 标签，要多做少说，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怎么这标签写的都这么像？还行动力还 max？多做少说，用实际行动，这可以啊，这不跟你一样吗？你也想要行动力，但我并不想少说，我就你又想说又想做，宣扬嘛。想当一辈子有宝女，永远爱我的朋友们。什么叫有宝女？就是朋友的宝宝。就是听朋友的话，爱朋友。这应该是一位年轻的朋友。有宝女这种词汇，朋友比较稳定。我有宝女跟妈宝男是一个组词方式吗？应该是。那有宝女是不是就是什么事都听朋友的？妈宝男不就是什么都听妈妈的？还是我估计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被朋友宝贝的女的吧。我觉得应该是不一定是那个。是朋友们的宝贝。我跟你说，朋友其实一定会越来越少的。他说我想当一辈子有宝女。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不是，哎，难道不是吗？其实是的，很现实，在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就是。对。因为朋友他里面有各自的人生阶段嘛，有会结婚有家庭，对，一定会有不同的节奏。你们的友谊一定还是在的，但是可能模式会变。总体上还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关系。我希望能多赚米，变有钱，就多赚钱呗。他米干啥？变有米得了呗。可以提前。对呀，不能说变有钱吧？那是很怎么说？就这样显得很可爱吧？变有米吧，不知道啥意思。有米。我要自由洒脱，爱自己。哎呦，大家想的都差不多，大家都想要的东西都很像。希望自己身上有睫毛怪的标签，睫毛少还总掉，真的很烦。我还真没关注过别人睫毛多少这件事儿。还是也有多的，有那些，而且我发现现在的小孩睫毛越来越长，越来越密，他们营养好就是
都不是说遗传因素，这爸妈都睫毛贼短贼稀，但小孩一生出来头那睫毛跟假睫毛。小孩本身睫毛容易长。不，咱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长，但现在小孩你也没印象啊，你小时候。你还没有照片啊，你那照片一看就跟人不一样，真的就是我现在就感觉，现在小孩有一个是一个，那睫毛都歘。而且现在小孩就不仅睫毛长，头发还好，个儿还高，就现在小孩一整就12、13、14岁长1.8米，我天哪！知识面还都科学。是。喜欢翘翘的睫，谁会喜欢垂垂的睫毛呢？大家当然喜欢垂垂的，不挡眼睛吗？睫毛垂。我没关注过睫毛这件事儿。但是其实我有点关注，因为我最近有点关注，因为老有人就是。咱们化妆不老要粘假睫毛吗？我一粘睫毛，我眼睛就疼。我特别羡慕那些就自己睫毛很长，不用怎么粘假睫毛的。不会吧？都得粘吗？长也得粘吧？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是那种光打的特别亮的那种舞台，就可以不粘，就可以刷出来嘛。开始，咱们仨现在开始互相观察睫毛了。我想过是种睫毛。我有朋友不是种睫毛，就是那种粘，它只是暂时的吧？还是说整个植到自己的睫毛囊里？它不是囊，它也是一种粘。对呀，我粘过一次，完就开始掉啊，完了带着自己的睫毛一起掉。对，完自己睫毛都种掉了，它掉一块儿。对，而且粘睫毛的时候，因为它从根儿的内侧开始粘，其实你会很难受，而且你很担心你的眼部卫生什么的。其实每次粘睫毛，所以现在一般我就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舞台，我就不太粘了，就是让我眼睛小点吧。就我也是。是粘那种一簇一簇的，一簇一簇的，一簇一簇。现在都没有人粘一条，因为一条那太难受了，你眼睛就扒着，是太难受了。一簇一簇的。一簇一簇的是自己好粘吗？我不会粘，是化妆师就拿个镊子在捏。而且你还得粘下睫毛，因为你要上面粘了，下面不粘就很奇怪。我今天没粘，就是有的时候要上下都粘。那下睫毛可以画，用眼线笔啊，是。那近看老假了吧得？你谁会近看你啊？虎骨大特写了这。你只要不是那种特写就没问题嘛，它就可以画出来。但是要那种特写的话，睫毛肯定也不是我脸上最大的问题，所以就无所谓。你要那种的话，其实那种粘也能看出来，一般不会给我们那么大的特写。还没有人，大家还在留言吗？感谢大家和我们互动，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评论、点赞、转发，谢谢大家的支持。看到的色斑与暗黄，是看不到的基底色素沉淀。倩碧302美白镭射屏，302黑色素干预科技，层层瓦解黑色素，根源淡斑，美白透亮。倩碧302美白镭射屏。欢迎继续收看，欢迎光临302。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环节是什么。您有一条语音信件，回复欢迎光临302即可查收。欢迎光临302。欢迎光临302。下面进入倩碧302通透就购的第3个环节，向未来焕发光彩，来日可期。请3位分别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投入302时光邮筒中。这封信将按照你在信封上所写下的时间和地点寄回到你的手中。请你站在此刻的心境下，向另一个你发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真挚对话。好的。不知道，我也刚诧异了一下，是不是记错了？不知道呀。来吧，写吧。哎呀，又开始写信了。唉。写给谁呢？任何时间点的自己吧。行啊。收信地址，妈呀，收信地址写哪呀？随便写个，这往这邮啊。我可认真了，我这邮票都贴着呢吗？这不？哎，我真的哦。我写一个吧。哎呀，
这么多呢？你俩，我的妈呀！妈，写上劲儿了，忽然。主要你写的太近期，你写的哪天？我写的3月10号。你太近期了，你不感慨？我不感慨。你看这音乐给我们配的，开始变矫情了，感觉。妈，这纸都不一定能写下，还有吗？我这页给你来，我这一摞的都给你俩来。我就写这些吧，没有什么。我特别怕给未来自己写信。我上一次给未来自己写信，我就疯狂给自己道歉。为啥呀？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你以后过得不好都是我今天的原因。啊，我完全不是这么想的。我上一次疯狂给自己道歉，但我现在不想了。多写吧，你俩最好再写个15分钟啥的，就是你俩多发挥嘛，我就这2句了。你俩多写一会儿，因为我这也改不了了，到3月10号也没啥话想说。今天都这个28号了，剩10天了。你俩要是跨度久的话，可以把这10年的这个你知道吗？哪10年？那我也可以了。好，让我们来念一遍。我先念吧，省得一会儿显得我非常那个敷衍。好，我这写到3月10号的我，今天呢是保你平安上映的日子啊，这是你人生中的第1部电影，祝贺你！希望你享受荧幕，也虚心的接受批评与建议。我今天哇哇帮你宣传了，不客气，加油！快点，到你俩了，我必须得先念，要不然你俩念完我这个很那个啥。那别一会儿显得是我自己很特殊啊，那行，那行，哎呀，我这个确实得多看书了，感觉这语言非常匮乏。我想对10年后的自己说，很难想象你在做什么事情，和你交往的人都是谁，因为人就是很难想象10年后的生活。但希望你珍惜自己已有的，对待事情要多往好的方面看，即使遇到逆境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朋友，事情总会好起来。就这样。我想对30岁的自己说，哎，他现在不就30？现在是29，好的29、28刚出头，出点头，在老家已经30了。就终于还是来到了这一天，准备的咋样？今年的生日大过了吗？有谁陪在你的身边？有自己的家了吗？有爱你的人出现吗？希望你有，没有也没事儿，再等等吧。工作还顺利吗？新歌好听吗？估计能好听。希望你此刻身材已经挺好了，没有也没事儿，30岁还来得及。祝你生日快乐。
好，那我们要把它投递到我们这个邮筒里，对吧？来吧，那我先去吧，我叠完了。过往伤心事就容易得到共情。那个真的。有没有观众们要就给我们分享一些他们想给自己未来的东西啊？哦，写给5年后的自己。我现在存钱都是为了你，你现在得有一套房了吧，得娶媳妇了吧，争点气。看起来也是一个阳光。其实大家想法都很朴素。对，是。你这5年就能攒一套房，加油！这是位45岁的朋友，45岁的先生。写给80岁的自己，你来读吧，毛老师。这我有点没看懂。80岁的自己，谢谢你爱运动。这是让80岁的你写给这位先生，现在是90了吗？他写给80岁的自己，说谢谢你爱运动，你心态积极乐观。他意思是自己不一定能活到80，如果活到了80，一定是因为爱运动。那他应该是你活到80，你应该感谢我，你谢谢我吧，我爱运动，我心态积极乐观。他这个应该是他现在90了，说感谢80岁的你仍然爱运动，心态积极乐观，经常体检，我才能活到90。组织明白这个就是意思那个啥嘛。牛牛念一个。写给3年后的自己。3年后你就高中毕业上大学了，我相信结果一定不会辜负努力。我真的很期待那一天。哟，才高一。两位名校毕业，来送点祝福吧。或者经验呢，心态上的分享呢。他现在才初中吧？你算高一吧？高一。当然了，结果一定不会辜负努力。有的时候也辜负，反正有时候高考辜负了，考研你也可以再努力。我们俩说的稍微有点那个，鼓励一下吧，是不要用残酷的现实。好呀，没问题啊。要像我身边从高一就开始知识点基础打特别好的，高考成绩没有不好的。而且如果你现在就真的很期待那一天。那我相信你这3年可以为了这个期待而，享受这个高中的生活。我觉得高中生活真是挺特别的一段，很特别。我现在特别愿意回忆我的高中生活，就是痛苦，但是你又很敏感。那个时候你在逐渐从一个小孩长成一个人，而且那时候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人生就这一件事，我要高考，做题考试，对，就我不需要烦恼什么别的事情。情绪可稳定了，我那种。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会有很多，比方说情窦初开的年纪，然后你却又有同样一个对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事儿，这2个是同时进行的，就是有点苦乐交织，又有这种小说里边那种情节的那啥，又有对你未来有一个明确成果的那个积累追逐，就很复杂。高中挺有意思。现在想想高中太有意思了，天天上课吃鸡蛋饼，吃方便偷摸在下边吃，我老大味儿了，就以为老师什么都看不见。对，但是你站台上，就我实话，我是站在那个脱口秀的台上，我往下一看观众，我那一刻我才真实的意识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干了什么，那老师都看得太清楚了。就咱站台上看底下的观众，他稍微多眨2下眼睛都能看清楚，我感觉。那时候老师也不管你，而且上高中就是你很难真的搞砸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即便你是很不乖的那种小孩，其实，在老师在那些大人眼里，你都其实还可以，都有你那个时候我们不管做啥都有被原谅的资格，现在可不一定了。是，现在事儿就是成了就是成了，砸了就是砸了。上高中的话，你月考考砸了，你还可以考期末嘛。高考考砸了还可以复读嘛？也是，哪怕复读，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是。写给2个月后公务员考试出成绩的自己，不管结果如何，但你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我真的很为你骄傲。加油！这个等成绩的期间有这个心态，其实挺不容易的。希望你这个能一直保持，然后真的出了，就是也为自己感到骄傲。当然，我们也祝福你，就是成功上岸啊！是。
写给5年后的自己。作为一个体育生，我知道你付出了多少汗水和辛苦。这条路很辛苦，但是走下去，阳光总在风雨后。5年后的自己，作为一个体育生，为什么？我好羡慕体育好的人。是，但这条路真挺苦的，我觉得这太苦了，日复一日对，然后有些还有天赋上的东西，然后有可能你一旦有任何的差错，对，可能就干不了这个了。命运毫厘之间，其实压力也挺大。但是他们会培养一种很特别的，就是思维方式和一种很优美的身材。对，这就是很难忽视的优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认识的搞体育的朋友，他们是有一种就我们这样的人啊，有那种羞于竞争就羞于争取，就是要假装高雅。对，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命运砸给我的，或者是我天生就只有我有资格得到的，而是我靠努力拼搏争取来的，会觉得有一种这个不可告人。对，就感觉有一种羞耻感。但是搞体育的朋友们，他们就觉得，那我就要为我想要的东西去争取，我要努力。对，他们非常在意第一这件事儿。就是，我就相信我通过我自己的拼搏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就我们就感觉不好意思。是啊，而且我觉得人对身体的控制力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有时候比如跟朋友玩了呀，运动完，就是你突然意识到，哎，我后背还有这块肌肉，就是那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我觉得体育生最好的就是他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学会控制自己的肢体。写给3天后的自己，终于出差回家了，肯定很累，好好睡一觉吧。行，这点事儿用写信说吧，你寻思。好好睡一觉吧。写给6月的自己，毕业快乐，希望你走出校园还保有此刻的热情和真诚。新手村第1站加油。你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念书去了。他也念书了。咱们仨都没工作过吧？没有，是吧？也没有什么资格给人家建议吧？我们只能为你加油了。是，加油。毕业快乐。但我毕业那时候其实有点焦虑的，其实就没有那种新手村第1站加油的感觉。我也是。我就有一种这就毕业了，就在荒原上不知道干啥。就你第一次进入到一个没有人安排你干任何事儿的。是。就你不知道自己，我现在是该什么投简历吗？还是怎么往哪儿投啊？咋写呀？这个东西。对。而且就是你在学校，就是你上课就行，你很少需要向别人介绍自己。但是突然毕业，你找工作，你就要向别人介绍我的优点、我的缺点，就是像今天一样。是。介绍一下自己的优点。你要是简历上写这些优点，HR 看傻了。写给今年过年时候的自己，寄回老家，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可以，还寄回老家。我今年我回家过年真是。你没回吗？我回了，但我待2天就走了，一点没待够。我以前没有这么的恋家，反正今年就感觉回家特别好，因为去年没回，所以导致就今年就，那这位朋友今年也没回，那就祝你明年就是可以在家过一个美好的30吧。就是给未来自己写一封信这种事儿，这种它是一件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在生活里像莫名其妙给自己未来10年写一封信，就感觉自己有点毛病。但是如果有一个契机，在这种节目里有一个机会去思考一下跟未来的自己怎么对话，也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就可以，也许我们现在可以鼓励到未来的自己，也许可以提醒一下未来的自己。在你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天呢，它就是一个你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就是人很难收到自己送自己的礼物嘛，尤其是收到一个跟你不在同时空的你的礼物。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借着今天这个时机给自己写一写，试一试，然后给自己预埋一份小浪漫。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支持，听我们3个叨叨叨说了很多的话。敞开聊，通透点，感谢大家收看今晚的欢迎光临302。
那愉快的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通透白，通透活，通透就选302。感谢美白淡斑专家倩碧302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很高兴今天能和毛毛老师和雪琴聊天儿。原本还担心就是我会冷场什么的，但其实我感觉我们聊得还挺开心。是的，是。在这里也谢谢大家的陪伴。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就下次见啦。